你好，我是台湾妈拉 Tisha。今天的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小温室的个人使用心得。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，我这个影片纯粹是个人使用心得，完全没有业配或者是广告的成分在，所以应该说是非常的客观。我这个小暖棚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在亚马逊网站上面买的，它的尺寸是10x6.6x6.6。它是不锈钢的支架还有这种塑胶布组成的，在安全上面它只有附这种固定底边的这个东西，还有几条很长的尼龙线来防止小温室被强风吹走。我当初会选这个温室是因为它有6个纱窗，然后前面后面各有一个纱门。从去年的10月到现在5月，也就是去年秋天到今年的夏初，我已经用了7个月了。我其实对它的满意度非常的高。首先我来说说它的优点。一，价格很合理。我这个小温室2021年在亚马逊网站上买的时候是不到美金150块，而且是免运费。一般外面的小温室呢，可能只有几个架子，也没有纱窗，就要美金100块钱，所以比较起来呢，这个算是物美价廉。二，组装起来很简单。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组装。这个支架因为是不锈钢的，所有的节点呢，它是用螺丝拴起来的。我自己还另外加了一些安全措施，其中包括这种连接不锈钢管的这个东西，然后钉了个中间支撑整个小温室的 T-post 铁架。为了防止积水积雪可能造成的崩塌，我后来也加了这个铁网子。我是超级不会木工的人，所以如果连我都可以做，相信大家一定也可以做得来。3，尺寸大小很合适。我自己以前几年来都是用这个刮架 DIY 做成小温室，里面比较窄比较小，这个温室就大很多，所以可以做的事情也比较多。我之前就做了一个用落叶做热堆肥的影片，所以里面不但可以种菜帮植物过冬，还可以存放稻草，做了很多实验。我把这里当做了冬天的个人工作室。4，这个小温室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纱窗纱门。以前我自己在 DIY 小温室时，里面常常会很潮湿，所以有一年甚至还引来了很多的蚜虫。我们这边冬天通常是可以到华氏的-20度，那种小温室要透气就比较困难。现在这个小温室有很多的纱窗，有时候冬天大太阳的时候，打开1-2个窗户就会很透气。而且我在下面装了这个防虫、防无格瓜牛的东西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落叶堆肥，所以有时候会有小虫子，我就用这个电蚊拍把它们给电死，超级的方便。说完这个小温室的优点之后，我来说说它的缺点。第一就是塑胶布太薄。以前我在 DIY 小温室的时候呢，做的是这种6米的塑胶布。一般商业用的或者是苗圃用的也都是这种起码要6米的塑胶布。现在这个小温室的感觉呢就薄很多，所以在冬天-20度的时候保暖效果就不是太好。而且组装之后呢，它其实是松松的，很容易在下雪下雨之后积雪或者是积水，就容易造成小温室的崩塌。一般的温室都是要尽量把塑胶布弄到最紧，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温室的外面加了一层这个6米的塑胶布，里面因为自己也装了个铁网，怕刮伤这个塑料布，所以呢我在里面也加了一层的塑胶布，所以这个温室的上半部呢，其实我有3层的保护，所以防积雪积水也比较保温。如果是用它现成的这一层薄薄的塑胶布的话，就跟很多人分享的很容易崩塌。第二就是铁架子不够多，其实就跟刚刚说的一样，因为铁架子不够多，中间的空间呢就容易造成积雪或者是积水。那解决的方法我刚刚也介绍了，就是自己加了一个铁网。第3就是因为塑胶布太薄，所以在夏天太热的那几个月，容易损毁塑胶布，会缩短小温室的寿命。所以我决定在夏天来临之前呢，把这个外面的塑胶布拿掉，等到秋天以后再装回去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延长这个塑胶布的寿命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市售小温室的使用心得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